事情发生在全省统一高考的最后1小时，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失明了。我被紧急送往急诊室，医生做了所有能想到的检查，结果却一切正常，找不到明显病因。他们说，我的高中英语教师生涯就此终结。迫于生计，我考取了治疗性按摩师执照，依靠双手的敏感度谋生。后来有一天，在为客人服务时，我无意中听到2位客户的对话。那个失明的老师时机选得正好，一个男人的声音洋洋得意，他当时分心了，我趁机抄了一道选择题的答案，这就够了。正好比常春藤盟校的分数线高出2分。都20年了，伙计，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北林高中，05年夏天，第28考场。天啊，我人生的转折就在那间教室里。第2个男人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像砂纸摩擦，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失明。而且凶手当时就在考场里。我僵住了，心脏猛烈撞击着按摩床，屏住呼吸，等待他们继续。沉默持续了仿佛几分钟之久。接着，一股突如其来的冰冷的压力抵住了我的脖子，是一把刀。我再次睁开眼睛，我回来了。我坐在完全相同的考场里，时间却回到了20年前。我眨了眨眼，世界以清晰锐利的细节映入眼帘。荧光灯嗡嗡作响，灰色的墙壁坚实稳固，少年们的面孔清晰可辨。我回到了考试的最后1小时，滴答作响的时钟是此事与彼事唯一的区别。凶手，谁是凶手？在黑暗第一次吞噬我的那一刻，究竟是谁杀了我？但我没有时间细想。考试最后10分钟的熟悉铃声尖锐而刺耳地响起，另一位监考老师高跟鞋哒哒哒的声响再次在油毡地面上回荡。10分钟，再过10分钟，我的视力就会溶解在黑暗中。我不能冒这个险，不能再来了，无论如何都不能。但如果我装病离开呢？凶手会不会直接对替代的老师下手？我把所有关于程序和干扰的顾虑都抛到了脑后。这个房间里不该有任何人。我尖叫着从椅子上弹起来，在这个房间监考的老师，无论是谁，都会成为目标。这里有人要弄瞎监考老师。只过了片刻，我立刻被巡考员带走，接着是校园保安，被指控扰乱重大考试最后最关键的时刻。当我被塞进警车后座时，一声巨大颤抖的叹息从肺里逃了出来。我出来了，现在一切都与我无关了。在学校行政楼的一个临时询问点，米勒警官盘问我，他的脸上满是愤怒的怀疑。你到底为什么要扰乱考试，辛克莱女士？我们已经彻底搜查了那间教室里每一个学生，看有没有异常物品。什么都没有。你诽谤这些学生的动机是什么？他重重地拍在金属桌上，那声音让我跳了起来。我努力保持镇定。我跟你说过了，警官。我在进考场前听到一声低语，一个学生说他们希望老师会失明。我直视着他，因为监考这么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失去视力，代价太高了。我的解释显然没有让他满意。那听起来像个紧张的学生在开玩笑，辛克莱女士，你是老师？你真相信这个？他凑得更近。你该庆幸，考试还没正式结束。你要是再晚几分钟搞这出，现在已经在县监狱里坐着了。我被列入所有未来考试的监考黑名单，工作也岌岌可危。但与20年的失明和屈辱相比，这不算什么。他送我出去时，我不由自主地在门口停了下来。警官，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呢？如果再有老师失明，那就太迟了。你们得调查这件事。再说一个字，辛克莱女士，我就以骚扰罪逮捕你。离开了学校，我既感到一阵肾上腺素飙升，又夹杂着纯粹的恐惧。我直接开车去了市里最好的眼科医生那里。然而，结果和上次时间线里一模一样。辛克莱女士，你的视网膜和视神经完好无损，一点散光都没有。你提到的这种突然失明，在医学上是不可能的。
我坐在拥挤的医院候诊室里，看着一个拄着拐杖、牵着导盲犬的男人穿过大堂。我想起了过去20年，失去工作，未婚夫解除婚约，绝望中走向按摩店，还有那些敢于在我面前暴露、挑衅我去碰他们的猥琐客人。但我得救了，我能看见了，我的眼睛又能完整地感受这个世界了。就在这时，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抽泣声，把我拉了回来。我的心就紧了。另一位老师显然心烦意乱，正被匆匆推进眼科诊所。是哈珀·罗兹，我那个考场的另一位监考老师。在检查室里，我能听到他向医生惊恐地描述：医生，我刚刚在监考，然后突然就看不见了。我的眼睛平时很好，这是怎么回事？检查过后，医生叹了口气：你的视网膜和角膜结构上没问题，罗兹女士。我们就是无法解释你为什么失明。我站在房间外，双手无法控制的颤抖。哈珀，罗兹现在失明了。怎么会？我扰乱了考试，制造了混乱，大声警告过。凶手怎么还能执行他的计划？医生坐在他的机器旁，喃喃自语，这太奇怪了。就在1个小时前，另一个女人来过，问我，即使所有检查都正常，有没有可能突然失明？她注意到我，叫出了我的名字。哈珀听到医生的声音，立刻认出了我。你就是我那个考场的老师，对吧？你在这里是因为你也失明了吗？你警告过我。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是哪个学生干的？他的声音充满了恐惧，近乎疯狂。我知道他不会相信真相，说我是一个时间旅行者。我把对警察说的那套说辞又用了一遍。就在考试开始前，我好像听到一个学生说，希望老师会失明。门口学生太多，没看清是谁，但他们最后都进了那个考场。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哈珀歇斯底里了。调查，必须调查。是谁用了什么邪门的手段这么对我？我感到一股冰冷的宽慰。就是现在，现在案子会被认真对待了。在上一条时间线里，我孤立无援。当我要求调查时，家长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你在毁我们孩子的前程。你连原因都找不到，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的身体有缺陷？别把这个推到无辜的孩子身上。但现在由我们2个人要求答案，警察必须得听了。更重要的是，我还记得按摩店里那个凶手的声音。只要能再听一次，我就能认出他。我陪着哈珀去了警察局，他们立刻返回了北林高中。但对学生再次进行搜身，学生们越来越不满，仍然一无所获。我们不能干扰剩下2天的考试，警官坚持道，考试一结束，我们会进行彻底复查。然而，流言已经满天飞了。为什么只搜查我们考场？他们指控谁作弊了？不是作弊，是关于那个失明老师的事。他们认为我们中间有人给他下毒了。我借口生病退出了考场监考，接下来3天都在监控情况。我的眼睛一直完好无损。我了解到哈珀，一位美术老师，濒临崩溃。他无法作画，现在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困难重重，这正是我曾经历过的现实。3天的医院检查都以同样令人愤怒的答案告终，没有原因。终于，考试结束了。随着学生慢慢散去，我紧张地走进一间留置室，30个学生挤在里面。哈珀和警察已经在等着了。那么，辛克莱女士，你说你听到一个学生说希望老师会失明，对吗？我点点头，喉咙发紧。是的，而且我记得那个声音，是个男学生。房间里响起一阵喧哗。好了，这个房间里所有年轻男生排成一队，侦探指示道：你们要一个接一个，大声读出这张纸上的话。他举起一张纸，没人需要紧张。不要试图改变你们自然的说话声音。男孩们一个接一个地读完了那段文字，然后离开。我屏住呼吸，努力辨别着上个时空里那把刀割开我喉咙前说话的那个低沉沙哑的嗓音。
最后一个男学生读完了最后一个字，我的心沉了下去。我没有听到按摩店里那2个人的任何一人的声音。我失明了20年，我已经练就了通过说话模式识别人的能力。虽然声音会随时间变化，但节奏和韵律很少改变。我又试了一次，我能让最后3个男生再读一遍吗？这次我闭上了眼睛，专注于声音，而非视觉。然后我发现了破绽，一个男孩刻意改变了音调，让他听起来不自然的高。是伊桑·凯勒，那个承认抄了一道选择题答案的男孩。如果我有作弊者的声音，我最终就能找到真正凶手的声音。我记得你之前和另一个男生说过话，我指着伊桑指控道。哈珀看起来激进疯狂。好，告诉警察，你是怎么让我失明的？然而，伊桑坚持说他根本不认识房间里的其他人。老师们，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做，我没跟任何人说话。我只是另一位老师突然不动了之后，我很快瞥了一眼答案卡。他立刻被带走去进一步审问。既然他的供词与上一条时间线里第一个男人的话吻合，我知道他不是凶手。也有可能他只是还没遇到凶手。但另一个男人在哪里？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甚至不认识他。就算我失明了，也会有其他老师来替代我，他还是不能作弊啊。哈珀已接近完全歇斯底里，他跪倒在地，求求你们了，我求你们了，只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只要你告诉我怎么逆转他，我就不起诉。我还有个孩子，求你了，让我继续活下去吧。他的痛苦灼烧着，映照出我自己的过去。就在这时，一段记忆浮现，是我在那个要命的按摩过程中感觉到的。在凶手的脖子后面，我曾摸到一个明显的小的肉质的结节。不顾警察和学生们的目光，我冲到剩下的那排男孩面前，双手迅速但有力地拂过他们颈后。接着，我的心脏在肋骨下猛烈跳动。我闭上眼睛，仔细感受那个小肿块，一粒豌豆大小的囊肿，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猛地转过身，指着那个学生普雷斯顿·皮尔斯。就是他，那天说话的就是你，是不是？我尖叫着抓住他的肩膀。告诉我们你做了什么？你是怎么给老师下毒的？我满脸通红，眼里涌出泪水。没人明白，是20年的创伤驱动着这崩溃的爆发。就在一位侦探走向普雷斯顿时，那个男孩对我露出了一个阴沉了然的冷笑。他的嘴唇无声地形成一个句子，你永远不会知道凶手是谁。接着，在房间里所有人惊恐的注视下，他冲出教室，从5楼窗户一跃而下。他头朝下摔在人行道上，当场死亡。普雷斯顿·皮尔斯的自杀让整座城市陷入了混乱，